魏无羡怎么也没想到，画本中妖怪知恩图报的剧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虽然这个报恩的方式他并不想要。好啦，你修为尚浅，以后不要随意显露妖力啦。这个世界上坏人很多的。魏无羡随手压了压胳膊上的血口子，回身拍了拍面前兔耳娃娃的头。这小兔妖初次入世，也不知道收敛一下妖力，到处帮这个帮那个，差点让别有用心之人弯了腰单去。所幸魏无羡一行趁着云深不知处罕有的假日出来鬼混，方救了这小妖一命。兔妖红彤彤的眼睛直直盯着魏无羡手臂上的一道嫣红。哥哥因为救我才受的伤，娘说救命之恩当。魏无羡一哆嗦，生怕他突露出一句当以身相许，忙道：不用不用，小伤没事，你不用。兔妖眨巴眨巴眼睛，那我还哥哥一个心愿吧。娘说世间人最大的愿望是返老还童。魏无羡嘴角抽了抽，心道不好。这时身后传来江澄的声音：魏无羡，那伙人料理好了，你这边。魏无羡转头，忽然一阵头晕目眩，意识仿佛被瞬间剥离身体，眼前一片黑底金花乱窜，身影晃了晃，倒了下去。身后的兔妖吸了吸鼻子，嘿嘿道：哥哥再见。成功了耶。这个咒术他试了好多次，第一次成功，娘亲果然说的对，知恩图报的是好孩子，一会儿哥哥就会返老还童啦。哎，也不对，哥哥不老耶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哥哥这么好，小时候一定被娘亲爹爹当宝贝一样。于是某指不知自己做了什么的无好兔妖蹦打走了，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众人。江澄见魏无羡忽然晕过去，急忙去看，一堆少年跟着他呼呼啦啦的围过来，和江澄七手八脚的把人翻过来扶住。聂怀桑把着魏无羡沾了血的胳膊惊恐道：魏兄受伤了。江澄瞥了一眼不屑道：要是这点小伤就晕，他就不是魏无羡了。魏兄不会是装的吧？很有可能。少年们叽叽喳喳道，毕竟过去这几天中，魏无羡现身说法，演示了各种装死技巧，有几种堪称一绝，甚至骗来了雅正端方的蓝二公子。什么嘎吱窝里加铜球装没脉搏星号，屏气装没呼吸，一碗活血汤星号下肚脸色苍白，再去寒泉泡个浑身冰凉，真是把他少年英才的天赋发挥了个遍，有几次甚至连江澄都被吓了一跳。显然江澄也想到了这人装死的可能，呼吸平稳，面色如常，就见了点血擦破层皮，还好意思装晕，遂嗤笑一声，把人扔回地上，朝周围人使了眼色，转身就走。扒在附近的山石后偷偷看着，赌这人多长时间起来。大多数人赌一盏茶，江澄赌最多半盏茶。然而没有，魏无羡仿佛一个失去生命的娃娃，保持着被江澄扔下时的姿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衣服上还挂着血，脸上也蹭了灰，看起来惨兮兮的。聂怀桑摇了摇扇子，担心道：江兄，魏兄不会真晕了吧？江澄皱着眉起身快步走过去，他方才探过，魏无羡呼吸脉搏皆平稳，伤口只是皮肉伤，也没中毒，按理来说应该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也不该就这么晕了。俯下身拍了拍魏无羡的脸颊，唤道：魏无羡，别睡了，起来。可那人没反应，仍双目紧闭，头软塌塌歪向一边。少年们骚动起来，魏无羡这次怕是真的出事了。江澄架着那人胳膊，正准备把人背起来，却忽然感觉后背一片灼热，接着肩上一轻，少年们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的身影迅速缩小，一个奶团子被宽大的衣服兜着，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江澄本能的想放下人回身看看情况，却不料一扯衣料，奶团子连着松垮的中衣直接滑了下去，摔了个结结实实。在众人懵逼的视线中，一团蠕动的小东西扒着乱糟糟的衣服拱了出来，是个3、4岁的奶娃娃模样，圆嘟嘟的嫩白小脸蛋，毛茸茸的头发有些略长，仿佛是扎眼睛了，热乎乎的小手抓着前额的刘海下拨弄一通，露出那双微微发红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一群仿佛石化了的人，歪了歪头，奶声奶气地道：哥。聂怀桑捏着折扇的手抖得厉害，这是魏兄。身后的少年们一时懵逼，实在是无法将那个身影轻灵的少年与面前奶乎乎的团子联系起来。江澄抽了抽嘴角，
恐怕还真是。地上的团子扒拉扒拉身上的衣服，眼眶忽然红了，却不哭出来，而只是快速眨了眨眼，不让泪水流出来，一副委委屈屈的模样，还吸了吸鼻子。一群人总算从呆愣中缓过来，呼呼啦啦地围着地上的小人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。江澄叹了口气，先回兰家吧。众人纷纷赞同。江澄蹲下身，把小娃娃连带他一直披着的中衣用外袍裹住，抱了起来。魏无羡忽然被抱起来，吓了一跳，下意识老老实实僵住了，让那人抱起，虽然害怕，却也感受到这群哥哥们没有恶意，便顺从的给抱。有些意外的，小团子并没有想象中的手感那么厚重，掂了掂分量，有些轻。看他到处肉嘟嘟的模样，江澄还以为会有些重，此刻才明白，不过是婴儿肥罢了。江澄微微诧异，魏无羡的父母他知道，怎么也不可能亏了魏无羡的吃穿，这人怎么这么小就掉分量了？江澄戳了戳怀中局促不安的团子，问道：“你见到我们之前在哪里？做什么？”团子眨了眨眼睛，声音软软的道：“在东巷，晚上那里有好心的小姐姐偷偷给鹰饼子。”江澄了然，怀中的团子已失去了父母，流落街头了。他的样子比自己初见时还小，那个瘦不拉几的小孩此刻还是个有着婴儿肥、奶声奶气的奶娃娃。也好，他清楚记得魏无羡最听话乖巧的时候，就是刚到江家时，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处处透着拘谨，总是怕给人添麻烦，受伤了生病了从来不说。虽然混熟了后，呵呵，聂怀桑招呼道：“江兄，我们这几个不易见的走水路，你们先回去吧。”江澄应了一声，捡起地上的随便背在背上，一见上空，忽然感觉怀中的团子抖了抖，软乎乎的脸埋在他胸口。江澄一阵恶寒，就算只是个团子，这也是魏无羡。一想到这个，他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。要是魏无羡本人知道他此刻的这副可随意揉捏的模样，他可能得被灭口。然而不管以后怎样，此刻怀中的团子也仅仅是个团子，会恐高的那种。江澄皱眉感受着怀中那团热乎乎的颤抖团子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团子抬起头，小脸都吓白了，鼻头和眼眶泛着红，更显得浴血可爱，让人心生怜惜。奶团子眨了眨水雾弥漫的眼睛，诺诺地道：“哥哥，这里好高，竟是怕高。”江澄差点笑出来，魏无羡小时候竟然怕高。奶团子看着江澄努力憋笑的模样，仍是把头埋回去。江澄忽然觉出胸口一片湿热，他一僵，